很多人觉得老婆长得漂亮就能旺夫，我告诉各位，大错特错。如果你的老婆刚好属于接下来我要讲的这6个生肖，那我先恭喜你，这样的女人不只是陪你过日的伴侣，更可能是你家里真正的贵人。遇到了一定要懂得珍惜，千万不要等到福气走了才后悔莫及。女人就是家里的风水眼，也就如同家中的水，这个水流得顺，家中人气福气自然聚得起来。水一旦乱了，再大的家业也可能慢慢被消耗掉。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有的男人婚前穷得响叮当，连辆代步车都买不起，结了婚却突然一路发迹。有的男人婚前风光无限，婚后却一落千丈。为什么？这就是家里那个风水眼起作用了。在这里我就带大家看看，在12生肖当中哪6个生肖的女人天生懂得持家守财旺夫，更容易成为丈夫背后的定海神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百里挑一的旺夫生肖，就是属猪的女人。在12地支里面，猪是亥，五行属什么？属水，而且这不是一般的水，是大海的水，江河的水。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用在属猪的女人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大家去观察一下身边属猪的女孩子，10个有8个性格都很宽厚，包容性极强，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关，她们天生就有一种沉稳的气场，就像大地之母一样。大家要知道，男人在外面做生意打拼事业，接触的都是三教九流，为了抢一块肉，天天跟人斗智斗勇，带回家的往往是一身的暴躁和戾气。这股戾气在五行里就是一把无名火，如果老婆性格暴躁，天天跟你针锋相对，那就是火上浇油，家里天天像战场，这财神爷能进你家门吗？早就吓跑了。但是如果你老婆属猪，她就是那一汪清澈深邃的亥水，你不管带着多大的邪火回家，只要一进门遇到她这股柔和包容的气场，瞬间就被化解得无影无踪。这就叫水火既济，阴阳调和，大吉大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早年批过命的真实案例，大家当故事听，但里面的道理你们得好好悟。10多年前有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我们叫他老李。老李这人脑子灵光，敢冲敢打，在地方上也算是小有成就，但他有个致命伤，就是太重江湖义气。有一年他被一个称兄道弟的好哥们设了局，搞了个连环骗局，不仅把厂里的流动资金全部卷走，还让他背了几千万的债务，那可是几千万啊！老李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厂商天天堵在他家门口要账，短短1个月，老李的头发全白了。出事的那天晚上，老李一个人开着车停在跨海大桥边上，他在车里抽了整整2包烟，看着黑漆漆的海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跳下去一了百了。他坐在驾驶座上，手都在发抖，心里那种绝望和恐惧是常人没法体会的。男人嘛，把面子看得比命重，现在全毁了。就在他准备开车门的时候，他老婆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老婆刚好就是属猪的。老李深吸了一口气，接起电话，没敢说话，眼泪直接就下来了。电话那头，他老婆的声音出奇的平静，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质问抱怨，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老李，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排骨面，不管外头天塌下来，总得先回家把面吃了，外面冷，回家吧。各位，就这一句话，把老李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老李回到家，本以为迎接他的会是一顿痛骂，或者是抱头痛哭，结果呢，家里干干净净，灯光暖暖的，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他老婆坐在旁边，一边给他倒温水，一边说：事情我听说了，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你人要是没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当年我们不也是从推个旧货车开始的吗？大不了我们就当这10几年做了一场梦，梦醒了重头再来。各位观众，什么是和气生财？这就是属猪女人的大智慧。在男人最低谷、最绝望，甚至要走极端的时候，他没有制造焦虑，没有火上浇油，而是像一汪平静的深潭，硬生生的把老李内心那种狂躁恐惧的火给浇灭了。
彻底稳住了家宅的阵脚。后来呢，老李听了老婆的话，不跑路不寻死。第二天，两口子把家里能卖的豪车、透天厝全部卖掉，用来安抚最着急的厂商。他老婆脱下名牌衣服，重新穿上围裙，陪着老李一家一家的去登门道歉，求人家宽限时间。很多债主原本是怒气冲冲的，但看到老李老婆那种不卑不亢、厚道诚恳的态度，心里的火也就发不出来了。大家心里都清楚，老李身边有个这么顶事的女人，这个男人倒不了。这就叫磁场，这就叫风水。你老婆的品行就是你最好的信用背书。靠着老婆这份宽厚和沉稳，老李不仅稳住了局面，那些曾经的旧部下、老客户，反而因为佩服他们夫妻俩的担当，主动伸出援手。不出5年，老李不仅还清了债务，还趁着后来的一波东风，把生意做得比以前更大。老李后来跟我说，老师啊，我这条命，我今天拥有的一切全是我老婆给的。她属猪，她真就是我命中最大的活菩萨。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娶了一个属猪的老婆，你不要觉得她平时看起来好像慢吞吞的，不争不抢，甚至有点吃亏。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亥水深藏不露，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她不跟你争吵，不代表她没主见。她包容你，是因为她有足够大的心胸去承载你的命运。这种女人天生就带财，财神爷最喜欢去什么样的人家？最喜欢去那种和和气气、没有戾气的人家。你家里放个聚宝盆，不如家里有个属猪的贤内助，他把家里的气场理顺了，你在外面赚钱自然就如鱼得水。各位男士，记住我一句话，遇到属猪的好女人，那是你祖上积德。你若是欺负她、冷落她，那就是在砸你自己的聚宝盆，把你自己的福气往外推啊。各位朋友，我们接着往下讲。刚刚我们讲完属猪的女人是家里的活菩萨，现在我们要讲的这第二个生肖，那就更了不得了。如果你能把她娶进门，就等于在你家整个风水大局的最中央，结结实实的插进了一根定海神针，任凭外面狂风暴雨，你这个家绝对翻不了船。是哪个生肖呢？就是属牛的女人。大家学过一点命理的都知道，在12地支里面，牛代表的是丑，五行里面丑属什么？属土。而且大家注意，它可不是一般的干土、燥土。丑土在易经里被称为湿土，里面蕴藏着水气和精气。这在风水玄学上意味着什么呢？土是生万物的，而五行相生相克里最重要的一条法则就是土生金。各位，金是什么？金就是财富，就是真金白银啊。老祖宗在易经坤卦里早就把这个道理给讲透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什么叫厚德载物？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我们脚底下踩着的这片大地，大地母亲，无论你在上面种花种草，还是建高楼大厦，亦或是往上面泼脏水倒垃圾，大地有过一句怨言吗？没有，它永远是安安静静的承受着这一切，默默的把所有的污秽化解掉，再长出新的粮食和果实来养育你。它拖着你，不崩溃，不抱怨。属牛的女人身上就带着这股天地间最纯正、最浑厚的土气磁场。现在很多年轻小伙子或者事业刚起步的男人，心气特别高，选老婆的时候总喜欢看脸蛋、看身材，或者要求女人必须得懂浪漫，嘴巴甜，会撒娇。他们往往觉得属牛的女人不够浪漫，平时像个闷葫芦，不懂风情，有时候说话还直来直去，不够温柔。各位，我现在必须要点醒你们，这叫不识货，这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花前月下，甜言蜜语能当饭吃吗？能帮你挡灾吗？等你人生走到低谷，遇到大风大浪，大船底舱漏水快要沉的时候，你看看那些平时只会陪你吃喝玩乐的女人，跑得比谁都快，因为她们的气场轻飘飘的，压不住阵。而真正能给你兜底，能在悬崖边上死死拽住你的手，哪怕手磨出了血也绝对不放手的，往往就是你们嫌弃不够浪漫的属牛女人。为了让大家把这个理听得更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早年认识的朋友老张的真实故事。大家仔细听，听听什么是真正的风水，什么是真正的命。老张这人八字命格里带点劫财，而且走的是偏硬运。
这种命格的男人有个特点，就是脑子极度聪明，静不下来，总想赚大钱，赚快钱。前些年赶上时代风口，老张确实风光过一阵子，但他这人心气太高，今天搞网络，明天做连锁餐饮，后天又去做中古车买卖，什么热门他就往什么里头扎。结果怎么样呢？气运一转，流年不利，3次大创业，3次全盘砸锅，最后那一次他不听劝，替朋友做保被拖累，不仅把家里前几年攒下的几百万底子全部掏空，连房子都抵押了，最后清算下来，外面还欠了100-200万的地下钱庄和三角债，债主天天上门催，家里连买便当的钱都凑不出来了。那阵子老张整个人彻底垮了，像被抽了脊梁骨一样，白天不敢开窗帘，晚上躲在屋里抽闷烟，喝便宜的米酒，电话一响就吓得浑身哆嗦，门都不敢出半步。他觉得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翻不了身了，甚至有了自暴自弃的念头。但是他有个属牛的老婆，这女人平时话非常少，看着是个很老实的人。平时老张在外面风光的时候，他也不跟着出去显摆，就在家默默带孩子，伺候公婆。但在家里天塌下来的这个生死关头，他身上爆发出来的那种惊人的承载力和韧性，让周围所有看笑话的人都惊掉了下巴。一般的女人遇到这种事早疯了，要么指着男人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败家，骂他没用，要么天天哭天抹泪的跑回娘家诉苦，甚至直接提离婚，收拾行李走人。可老张这位属牛的老婆呢，一滴眼泪都没掉，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他一言不发的把家里还能变卖的首饰、包包，甚至几件稍微值点钱的红木家具全部整理好，找二手市场给卖了，凑了一笔钱，先把几个最急的债主给稳住，然后他转身就出去找工作。他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光鲜的经历，怎么办？靠利息赚钱。白天他在社区的一家大型量贩店找了个收银员的工作，一天在收银台前站整整10个小时，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下了班随便啃个冷馒头，又骑着那辆旧机车去市里的商办大楼做清洁，擦马桶、倒垃圾，一直干到半夜11、12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他就是用自己微薄的血汗钱，硬生生的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给撑住了，让家里的老人有药吃，让孩子有学上。老张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天晚上的事，那天是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外头狂风大作，老张又在家喝得烂醉，躺在地板上像一滩烂泥。快到凌晨1点了，门锁响了，老张迷迷糊糊的抬起头，看到老婆推门进来，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浇透了，头发贴在脸上，衣服滴答滴答往下滴水，可是他的怀里却死死地护着一个塑胶袋，里头是一盒便利商店打折的热包子。老婆看都没看满地的空酒瓶和烟头，他走到桌前，小心翼翼地把包子拿出来，用袖子擦了擦自己脸上的雨水，语气极其平静地对老张说：老张，起来，赶紧趁热把包子吃了，外头欠的钱那是数字，我们俩还有手有脚，只要肯干，1天还100，总有还完的一天。但是你今天要是趴在这不起来了，这个家就真的死了。各位男士，你们扪心自问，如果你是老张，你听到这句话，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什么叫定海神针？这就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老张看到了大地般的沉稳，看到了丑土生金的那股子不屈的生机。那一刻，老张看着老婆因为熬夜起早贪黑而深陷的黑眼圈，看着她那双原本细皮嫩肉，现在却长满老茧，甚至被清洁剂泡得发白开裂的手，他突然像被人狠狠抽了几十个耳光一样，瞬间清醒了。老张一个180几公分的大男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老婆的大腿，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他把心里的恐惧、懊悔、绝望全哭了出来，而他老婆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一样拍着。从那天晚上起，那个心高气傲、整天想着一夜暴富的老张死了，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男人站了起来。老张再也不提什么大项目、大风口了，他跟着老婆的脚步，放下了所有的面子，从最脏最累的果菜批发开始做起。没本钱，他就去给别人当搬运工，后来慢慢攒了点钱，
自己弄了个小货车，凌晨2点，夫妻俩就准时出现在传统市场进货。不管冬天寒流来袭，还是夏天酷暑难耐，风里来雨里去，一天都没歇过。老婆那种踏实坚韧的土气磁场，彻底改变了老张原来命格里的那股浮躁之气。命理上讲，土能治水，老张命里的那种飘荡不定的水性，硬是被老婆的丑土给治得服服帖帖。老天也是公平的，更是厚待那些脚踏实地的人。现在的张老板怎么样了？经过将近10年的苦熬，他现在已经是他们当地最大的生鲜连锁超市的大老板，光直营店就有10几家，身价早过千万了。现在老张每次跟朋友喝酒，逢人就说，我老张能有今天，能重新活过来，全靠我老婆当年给我兜的那个底，没有她，我早烂在臭水沟里了。我赚的每一分钱一半都是她的。大家看到了吗？这就叫真正的旺夫。属牛的女人在顺境的时候，她绝对不会跟着你花天酒地，她不抢功劳，只是默默在背后替你把家里的老人伺候好，把小孩教育好，把你大后方守得死死的，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而一旦你陷入逆境，它就是你人生里最坚实的一座山，用大地一样的厚德，把你这艘快沉的破船硬生生给重新拖起来。男人的运势再好，一生中也难免有起起落落走霉运的时候。如果你有幸娶了一个属牛的老婆，我在这里特别嘱咐你，一定要好好感恩，好好珍惜。她就是你生命里的财神爷，是帮你守住家业的镇宅之宝。别去嫌弃人家不浪漫，不懂打扮。你要知道，这种在患难中踏踏实实的真情与承载力，比世上任何的山盟海誓、名牌包包都值钱10000倍。各位朋友，前面讲的这2个生肖，不知道你家太太有没有上榜？没上榜也别急，后面这几个那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第3个生肖，绝对是极其容易被大家看走眼，但实际上却是家宅里最不可或缺的无名英雄。哪个生肖？属羊的女人。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觉得属羊的女人命苦，或者觉得她们性格太软弱，像绵羊一样好欺负，没主见。如果各位男士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只能说，你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易经和阴阳五行完全是一窍不通。我们来看看12地支，羊对应的是地支里的未，大家去查查万年历未月是什么时候，是农历6月，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3伏天，夏末秋初的交替之时。在五行里，未不仅是土，它里面还暗藏着丁火、乙木和己土，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密码。什么意思呢？未土表面上是一把安静的泥土，看起来安安静静、软软绵绵的，但是这土里面藏着火的温暖和力量，藏着木的生机和韧性，这就注定了属羊的女人天生带有一种极度强大的特质，4个字：外柔内刚。很多男人在外面打拼，不怕苦不怕累，最怕什么？最怕家里的内耗，婆媳关系不和，妯娌之间暗中较劲，各种亲戚间的人情世故，这些东西就像一把无形的钝刀子，天天割男人的肉，耗男人的精气神。一个男人如果天天一睁眼就要去处理老婆和妈妈之间的世界大战，他哪里还有心思去外面赚钱？他的运势绝对是一路向下的。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位属羊的媳妇，那就是化解家族内耗的一剂超级良药。他看似不声不响，甚至受了委屈也不大声嚷嚷，但他能用极高的隐忍度和4两拨千斤的智慧，把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煞气给你化解得干干净净。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我以前看风水时遇到了一家人。这家人的男主人，我们叫他小王，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区域业务总监。小王这人能力极强，口才好，业务能力一流，前途本来一片光明。可是有一阵子，他整个人精神状态极差，业绩直线下滑，好几次在重要客户面前开会的时候走神，甚至搞砸了几个几百万的大单子。公司主管对他非常不满，眼看就要把他降职了。小王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印堂发暗，眼圈乌黑，像霜打的茄子。我一排他的八字，又看了看他家里的情况，
问题根本不在她的事业运上，而在她的家宅里。准确的说，是严重的婆媳相冲。小王的母亲是个非常强势的女人，早年丧夫，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小王拉扯大。这种苦过来的母亲，对儿子的控制欲往往强得可怕，容不得别人分走儿子的一点关注。偏偏小王娶了媳妇小玲，是个属羊的姑娘，长得温温婉婉，说话细声细气。从结婚第一天起，小王的母亲就看小玲不顺眼，嫌小玲工资低，配不上自己儿子，嫌小玲做的饭菜不合胃口，甚至连小玲拖地的方式都要指指点点。家里天天充满了火药味。小玲炖了一锅排骨汤，婆婆尝了一口，直接把筷子一摔，咸得发苦，这是要毒死我这个老太婆啊！小玲买了一件新衣服，婆婆就在客厅里指桑骂槐。有些人就是命好，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就知道打扮的花枝招展。小王夹在中间，痛苦不堪。他一边是生他养他的亲妈，一边是自己深爱的老婆，每天在公司顶着巨大的业绩压力，刚想喘口气，手机就响了。不是老妈哭诉儿媳妇不孝顺，就是老婆传讯息说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小王那段时间，每天下班坐在车里，要在地下室车库抽完大半包烟，才敢硬着头皮上楼。各位男士，这种窒息感，你们能体会吗？这就叫家宅不宁，风水大破。一般的女人遇到这种恶婆婆，早就爆发了，要不就是天天跟婆婆对着干，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要不就是逼着男人选边站，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最后走向离婚。但是小玲属羊，她骨子里有着未土极其强大的韧性和包容力。小玲怎么做的呢？她采取了以柔克刚的战术。婆婆骂她，她不顶嘴，默默地把排骨汤端回厨房重新加水调味。婆婆嫌弃她乱花钱，她干脆把自己的提款卡交给了婆婆保管。每次小王愁眉苦脸地回到家，小玲从来不告状，反而给小王放好洗澡水，温柔地说：妈，年纪大了，一个人拉扯你长大不容易，脾气古怪点我能理解，你别太有压力，工作要紧。各位，这就叫格局，这就叫修行。小玲难道不委屈吗？她经常一个人躲在阳台上偷偷抹眼泪，但是她心里清楚，如果她也跟着闹，这个家就散了，她丈夫的事业就彻底毁了。她是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委屈，硬生生地扛着这个家往下走啊。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那年冬天，小王的母亲下楼梯时不小心踩空，摔断了腿，还引发了并发症，直接住进了加护病房。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老太太那些平时走动频繁的亲戚，一听要陪病床熬夜，借口全来了，不是家里孙子没人带，就是自己身体不好。小王正处于事业危机的边缘，公司正在考核他，如果请长假，多年的努力就全部泡汤了。小王蹲在医院走廊里，急得直抓头发，大男人急得直掉眼泪。就在这时候，小玲站了出来，她毫不犹豫地向自己单位请了1个月的留职停薪。那1个月里，小玲寸步不离地守在婆婆的病床前。老太太大小便失禁，小玲不怕脏不怕臭，一天给她擦洗4、5遍身子，换洗床单。老太太牙口不好，吃不了医院的饭，小玲就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回家熬几个小时的营养粥，再用保温桶装好送到医院，一口一口的吹凉了喂给婆婆吃。夜里婆婆疼得睡不着，小玲就整夜的握着婆婆的手，轻声细语的陪她聊天，给她按摩腿部肌肉。有天半夜，老太太突然醒了，看到趴在床边累得睡着了小玲，眼圈黑得像熊猫一样，手里还紧紧攥着热毛巾。老太太伸出那双枯槁的手，轻轻摸了摸小玲的头发。老太太流泪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再冰冷的石头也能被这股绵延不绝的暖意给焐热了。胃土里面的那股丁火终于照亮了婆婆的心。老太太出院那天，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紧紧拉着小玲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老太婆瞎了眼，前世修来的福分，才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以后谁要是敢给小玲半点气受，我第一个饶不了她。从那以后，小王家里的风水彻底转过来了，婆婆不再挑刺，反而处处护着小玲，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每天变着法子给小玲做好吃的，小玲也不计前嫌，一家人其乐融融。各位，家里没有了内耗，
这个男人的运势会发生什么变化？那绝对是一飞冲天。小王再也不用躲在车库里抽闷烟了，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因为心情舒畅，整个人气场全开。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连续拿下了3个区域大客户，不仅挽回了之前的颓势，直接被破格提拔为亚太区的副总裁，年薪翻了好几倍。小王后来激动地跟我说，老师，您当年说的太对了，我老婆看起来柔弱，但她才是我家真正的定海神针啊，没有她的包容和隐忍，我这个家早破了，我哪里还有什么事业可言？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小看属羊的女人。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属羊的女人就是这样，她们的柔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极其高级的防御力和化解力。男人在外打拼，犹如在刀尖上行走，你不需要一个天天跟你争强好胜的女人来给你添堵，你需要的是一个像小林这样，能在你陷入家庭琐事的泥潭时，用她的宽容、善良和极强的韧性，帮你把大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化解所有戾气和煞气的无名英雄。如果你家里有一位属羊的老婆，别看她平时不怎么发脾气，就以为她没用，好欺负，我直接告诉你，她正在用她特有的木火之气，在无形之中帮你化解灾厄，帮你调理家里的风水磁场。你一定要学会感恩，多体贴她，多心疼她。你越心疼她，她这块胃土里面的火就越旺，你们家的日子就会过得越红火。各位观众，我们接着往下看，喝口水，定定神。前面讲了猪、牛、羊各有各的神通，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4个旺夫生肖。如果你家里刚好有一位，那我只能说，你这辈子基本上不用担心会倾家荡产的，因为你家里不仅仅是有个老婆，更是请了一尊门神，上了一把最牢固的铁锁。这是哪个生肖？就是属狗的女人。我们从易经八字的角度来拆解一下，12地支里，狗代表的是戌，在五行当中，戌属于土，但大家千万要注意，它跟我们前面讲的丑牛那个司土完全不一样。戌土是燥土，里面藏着戊土、辛金和丁火。在命理学上，戌被称为火库。各位，什么是库？库就是仓库，就是财库，就是你家里的保险箱啊。它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装东西、锁东西。它的第二个作用，火库自带一股刚烈之气，最能辟邪防小人。很多男人在穷的时候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只要运势一来，赚到了大钱，他的命格往往就会飘起来，八字里的劫财和烂桃花就会跟着找上门。这时候你去看，他身边全是一些称兄道弟、骗吃骗喝的酒肉朋友，还有一些看中他钱包的狂风浪蝶。男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是瞎的，他觉得全天下他最厉害，所有人都敬仰他。如果你老婆是个软弱的人，压不住阵，那完了，你这几年的大运赚来的钱，最后肯定被这些人吸得干干净净，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但是如果你老婆属狗，各位，戌狗的特质就要大显神威了。狗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第一，嗅觉极其敏锐；第二，对领地和家庭极其忠诚。谁敢来破坏这个家，他绝对敢跟你拼命。属狗的女人天生就有一双火眼金睛，你身边谁是真朋友，谁是来吸血的小人，她扫一眼就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她绝对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只会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她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直接帮你把烂桃花和破财局连根拔起。我给大家讲一个我早年亲自指点过的真实案例。我有个客户，我们叫他赵老板，早些年赶上工程承包的红利期，接了几个政府的大项目，短短2-3年时间暴富，那是真正的暴富。拿工程款的时候，现金都是用车拉的。这人一有钱啊，身上的气场就变了。赵老板换了名车，脖子上戴上了大金链子，天天晚上不回家，去哪里？去高级私人会所，身边围着7-8个所谓的兄弟，今天大哥长，明天大哥短，变着法子的从他手里搞钱，今天借10万投资，明天借50万周转。不仅如此，
赵老板还被酒店里的一个年轻女孩给迷住了。那女孩娇滴滴的把赵老板哄的是晕头转向，甚至已经背着老婆在外面给这女孩租了高级公寓。赵老板以为自己瞒天过海，但他老婆王大姐就是属狗的。王大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平时在家里精明干练，做事雷厉风行。赵老板那点变化哪里逃得过虚狗女人的鼻子？王大姐从她衣服上的香水味，半夜偷偷回讯息的频率，还有账面上莫名其妙消失的现金流，早就摸清了所有的底细。但王大姐没有一哭二闹，她等一个机会，一击必杀。有一天晚上，赵老板又在包厢里请客，几个所谓的兄弟正在那吹捧他，那个烂桃花正柔弱无骨的靠在他肩膀上喂他吃水果。包厢门突然被一脚踹开，王大姐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面无表情的走了进来。包厢里的音乐震天响，但王大姐身上的那股冷硬的气势，硬是把整个屋子的人都给镇住了。赵老板当时腿就软了，酒醒了一半，老婆你怎么来了？王大姐没理他，径直走到桌前，拿起桌上的一瓶最贵的洋酒，砰的一声砸在大理石桌面上，玻璃渣子和酒水溅了一地。那几个所谓的兄弟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王大姐指着那几个男人的鼻子，冷冷地说：你们几个从我家老赵手里借走的钱一共是320万，借据和存折明细我都复印好了，给你们3天时间连本带利打回原账户，少1分钱我们法院见，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那几个人本来就是狐假虎威的势利眼，一看王大姐这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哪还敢废话，灰溜溜的全跑了。接着王大姐转头看向那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年轻女孩，从包里甩出一叠照片和转账明细，狠狠砸在沙发上。你以为她真有钱？她外面的工程款还没结，银行还欠着上千万的抵押贷款。你想要她，行，今天我就跟她去办离婚，债务你们俩一人一半，你好好跟着她过吧。那女孩一听上千万的贷款，脸色煞白，连名牌包都没敢拿，吓得直接夺门而出。这就叫属狗女人的魄力，虚土火库里的烈火，一把就把那些围绕在赵老板身边的阴邪之气烧得干干净净。赵老板当时觉得丢人现眼，面子全没了。被王大姐强行拽回家后，他还大发了一通脾气，大骂老婆是泼妇，让他以后在兄弟面前抬不起头。王大姐根本不跟他吵，他把家里的所有房产证、银行卡、公司大章全部锁进保险柜，直接放出一句话：老赵，你病了，你是被钱烧坏了脑子。从今天起，家里的财政大权我全面接管。你想跟我离婚可以，按协议走，你净身出户。你要是不离，每个月只给你5000块零用钱，多1分都没有。你那些所谓的兄弟，要是再敢来找你，来一个我打出去一个。赵老板当时气得半个月没理老婆，觉得老婆太绝情，断了他的财路和人脉。可是各位，风水轮流转啊，不到2年，经济大环境急转直下，工程行业迎来了大寒冬。赵老板之前垫资的几个大项目全部烂尾，开发商卷款跑了，不仅工程款要不回来，连工人的薪水都发不出了。这时候赵老板想起了他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好兄弟，打电话过去求助借钱，对方不是不接，就是直接封锁拉黑。至于那个酒店里的女孩，早就不知道跑到哪个更有钱的老板怀里去了。赵老板走投无路，半夜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去跳楼了。他觉得天塌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大姐推开门，把他拉回了家。他打开那个厚重的保险柜，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是前2年我逼着你买下来的3间明星学区的房子，现在价格已经翻倍了，而且全是全款无抵押。这是我背着你，用我的名义偷偷存的500万大额定存，随时能取出来救急。这是我给我们一家老小买的高额储蓄险。王大姐看着痛哭流涕的赵老板，叹了口气说：你以为我当年砸你的场子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老赵，我是为了保你的命，保我们这个家的根啊！我知道你是个守不住财的人，我不狠一点，把你赚的钱强制锁在库里，你拿什么来填外面的钱坑？各位朋友，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虚狗火库的威力。很多男人极其愚蠢，赚了点钱就嫌弃糟糠之妻管得宽，嫌弃老婆抠门脾气暴，想要去找那些温柔似水
天天顺着他的女人。我告诉你，那些无底线顺着你的女人，看中的只是你口袋里流出来的钱，等你跌落谷底的时候，他们踩你踩得比谁都狠。而属狗的老婆，她就是你命理中最大的护法神，她管你，她骂你，她强行把控家里的财政大权，那是因为她对这个家有着绝对的忠诚度。她像一条忠诚的牧羊犬一样，时时刻刻盯着周围的豺狼虎豹，一旦发现有危险靠近你，她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扑上去撕咬，哪怕得罪全天下的人，哪怕得罪你，她也要把你的家底死死的守住。一个男人只要家里有一位属狗的老婆在给你掌舵，你的钱就永远漏不掉。就算你在外面输得一干二净，等你回到家，你也会发现他早就为你留足了东山再起的粮草。所以男同胞们，别去抱怨属狗的老婆脾气急，管得严了，你要感恩，他管你是你的福气，是老天爷派来帮你守住大运的贵人，没有他，你早就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5个生肖，那简直就是家里的活财神，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财大总管。很多男人在外面赚钱挺厉害，但是几年下来，银行卡里一看，比脸还干净。为什么？因为你命里缺一个帮你聚财的正眼。如果你老婆刚好是这个生肖，赶紧把提款卡恭恭敬敬的上交，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这个生肖是谁？就是属鸡的女人。大家翻开万年历，看看老祖宗是怎么排12地支的。鸡对应的是地支里的酉，五行属什么？属金。而且各位一定要搞清楚，酉金和申金不一样。申金是粗糙的铁矿石，带有煞气，但酉金在八字命理中那叫守世之金，是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出来的真金白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属鸡的女人天生对数字有着极度敏锐的直觉，她们骨子里就带着一种把1块钱当2块钱花，聚沙成塔的超强理财天赋。很多男人大手大脚惯了，刚结婚的时候特别受不了属鸡的老婆，觉得这女人怎么这么抠门，买把青菜要跟菜贩讲价讲半天，吃个剩饭舍不得倒，连家里每个月的水电费都要拿个笔记本记下来。男人觉得这叫小气，觉得这女人格局小，带出去没面子。各位男士，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必须要点醒你，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是在把自家的财神爷往门外推啊。在这个世界上，赚钱固然重要，但守财和聚财才是决定一个家庭能不能跨越阶层的核心。你赚一座金山，如果没有人帮你一砖一瓦的垒起来，一阵风吹过，金山也会变成沙子。属鸡的女人就是那个能把你赚来的每一粒沙子都融成真金白银的炼金术士。我给大家讲一个底层草根逆袭的真实故事，你们听完就懂了。故事的主角叫小陈，乡下出来的穷小子，当年结婚的时候除了一身戾气什么都没有，岳父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属鸡的媳妇阿芬硬是看中了小陈老实肯干，偷偷拿了户口名簿跟他结了婚。刚结婚那会儿，两人租在一个只有3坪大的顶楼加盖里。小陈在汽修厂当学徒，1个月薪水微薄。有一次小陈发了薪水，想浪漫一把，花了200块钱买了一束玫瑰花带回家。本以为媳妇会高兴，结果阿芬看到花不仅没笑，反而把小陈结结实实的念了一顿。这花能当饭吃吗？200块钱够我们买半个月的肉了，以后不许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小陈当时心里挺憋屈，觉得这老婆太不解风情了。紧接着阿芬做了个决定，没收小陈的提款卡，每天只给他100块钱的零用钱和饭钱。他自己找了个硬皮笔记本开始记账。从那天起，阿芬把属鸡女人的酉金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她白天去成衣厂踩缝纫机，晚上回来还要推这个2手小铁车去夜市摆摊卖葱油饼。为了省下那一点点的批货价差，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骑着旧机车去10公里外的果菜批发市场批面粉和鸡蛋。买衣服不存在的，阿芬身上穿的永远是工厂发的制服，上馆子一年到头只有过年那天两人才会去街角吃一顿水饺。他那个账本上密密麻麻的记着11月5日买葱5块钱，11月6日
卖废纸板收入20几块，每一笔账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2位。小陈有时候看着老婆那双粗糙的手，心里既心疼又无奈，心想这么抠门，抠到猴年马月才能是个头啊。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聚沙成塔的威力只有在岁月的回望中才能让人震撼。5年后，汽修厂效益不好倒闭了，小陈面临失业，愁得整宿睡不着觉。就在这个时候，阿芬平静地拿出一本存折放在桌上，小陈打开一看，眼睛都直了，整整20万，那是10多年前的20万了。那是阿芬推着小铁车，一张葱油饼烙出来的，是1分钱1分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阿芬指着存折说，这笔钱1分都不许动，我已经看好了市郊的1间2房1厅，交头期款正好够。有了房子，我们在台北才算扎了根，剩下的钱你在汽修厂干了这么多年，有技术，我们自己盘个小店面，自己当老板。那一刻，小陈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旧衣服，头发随便挽在脑后的女人，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他终于明白，老婆的抠门不是小气，而是在用他的青春和血汗为这个家谋划一个大格局大未来。买房开店，一切按部就班。有了第一次的原始积累，阿芬的理财天赋彻底爆发了。店里赚的钱他依然精打细算，绝不乱花一分。几年后，他用汽修厂的盈利和第一套房子的增值，又在市中心的地段贷款买了一间明星学区房，还盘下了一个更大的店面。现在的小陈已经是拥有2家大型汽车保养连锁店的老板了，名下3套房产，彻底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小陈现在经常对手底下的年轻人说，你们找老婆别光看脸，别看他会不会花你的钱，你要看他会不会替你盘算。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一个把我管得死死的老婆，没有他那个账本，我小陈现在还在天桥底下喝西北风呢。各位观众听明白了吗？在易经里，金不仅代表财富，更代表着秩序、规则和收敛。属鸡的女人天生自带这种强大的收敛气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她能够抵挡住所有的诱惑，极其冷静地规划家庭的每一笔开支。她不仅不会败你的家，她还会像一个极其严苛的财务总监一样，堵住你生命里所有的漏财窟窿。所以如果你的妻子属鸡，平时喜欢唠叨你乱花钱，喜欢算计柴米油盐，你不仅不能生气，你还要在心里感恩戴德，因为他是在用他命理中的精锐之气为你斩断破财的孽缘。男人嘛，赚了钱乖乖交给属鸡的老婆打理，你就等着这笔钱生生不息，越滚越大吧。各位朋友，我们一口气讲了5个生肖，终于来到了这最压轴的一个。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猪牛羊狗鸡都是在教你怎么守城，怎么兜底，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生肖绝对是带你破局，带你一飞冲天的。如果你的老婆刚好是这个生肖，那恭喜你，你家里不是娶了个媳妇，你是迎回了一位能抬高你整个人生格局的大贵人。这个压轴的生肖就是属龙的女人。我们来看看老祖宗留下的密码。在12地支里，龙对应的是辰，五行之中辰属土，但它可不是一般的土。在命理学上，辰被称为水库。各位，水是什么？水在风水里主智主财。一个自带巨大水库的女人，她的眼界，她的胸襟，她对时代和财富的吞吐量，绝对不是一般女人能比拟的。大家别忘了，龙是我们的图腾，所以属龙的女人天生就自带一股不拘一格的贵气。很多男同胞到了30多岁、40岁，最容易犯一个什么毛病？叫安于现状，觉得每个月拿着一份饿不死也撑不着的死薪水，下班回家喝点小酒，刷刷手机，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男人一旦有了这种心态，他的命盘也就彻底锁死了，这辈子都别想有什么大出息。但是如果你身边睡着一位属龙的老婆，她绝对不允许你像一条咸鱼一样混日子。她有水库的远见，有飞龙在天的抱负，她会用她的高情商和雷霆手段，半推半逼着你跳出舒适圈。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经典的真实案例。我认识个朋友叫老周，在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干了10几年的技术员。
老周这人老老实实，技术拔尖，但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主管让他干嘛他就干嘛，每次升职加薪都没他的份，他自己也不争不抢，觉得一个月拿个4、5万块钱，安安稳稳干到退休挺好。但他老婆慧姐是个正儿八经属龙的女人，慧姐早就看出来，这种传统行业如果不转型，迟早要大裁员。老周这种只会低头猛干，不会抬头看路的老实人，肯定是第一批被淘汰的。慧姐怎么做的呢？她没有天天在家里骂老周没用，因为属龙的女人极其聪明，知道男人的自尊心伤不得，她开始给老周做局。有一次，慧姐花了家里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2瓶好酒，硬逼着老周去拜访一位行业里非常有威望的前辈。老周死活不去，说我一个底层技术员，人家都不认识我，我去做什么？多丢人。慧姐眼睛一瞪，那股子龙的威严就出来了。丢人，等你40岁被公司资遣，交不起孩子补习费的时候，那才叫真丢人。你的技术全场第一，你缺的不是本事，是让别人看到你本事的舞台。今天这酒，你就是硬着头皮也得给我送出去。老周被逼得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位前辈跟老周一聊技术，简直相见恨晚。因为慧姐提前在饭桌上打过圆场，做足了功课，那顿饭吃得非常顺利。从那以后，慧姐就开始全面接管老周的职场规划。老周下班想打游戏，慧姐直接把网路线拔了，把一本厚厚的工商管理教材拍在桌上，逼着老周去考证照，去进修。老周周末想睡懒觉，慧姐拉着他去参加各种行业交流会。老周那段时间痛苦极了，天天跟慧姐吵架，说你是不是嫌我赚钱少？我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你折腾我干什么？慧姐一拍桌子，掷地有声地说，老周，你命里有帅才，只是你自己一直当个小兵。我不是嫌你赚得少，我是不忍心看着你这块金子被埋在泥里生锈，你给我咬牙挺住，出了成绩算你的，要是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各位，这就叫格局，这就叫尘土水库的底气。在慧姐连续3年的威逼利诱和高密度的资源对接下，老周不仅考下了含金量极高的证照，整个人的谈吐视野也完全发生了蜕变。就在第4年，老周原来的公司果然因为效益不好，搞了大规模裁员，和老周一起进场的几个老同事全被资遣了。而老周呢，因为这几年累积的人脉和证照，不仅没失业，反而被当年结识的那位前辈直接挖走，去了市里最大的新能源企业，直接空降做技术副总，年薪翻了好几倍。老周上任的那天晚上，回到家，看着在厨房里忙活的老婆，堂堂一个大副总，走过去，深深地给老婆鞠了一躬，说，老婆，没有你当年拿鞭子抽着我往前走，就没有我老周的今天，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所以各位朋友，属龙的女人，她们可能有时候显得有些强势，甚至让你觉得有压力，但你千万别抵触，因为这种压力是推着你向上走的动力。她是在用她天生的前瞻性和大格局，帮你扫清眼前的迷雾，把你强行拉到一个你原本一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能娶到属龙的女人，那是老天爷赏饭吃，是要借她的手来成就你的一番大事业啊！各位朋友，6大旺夫的生肖给大家掰开揉碎的讲透了，大家能耐着性子听到这里，说明你们都是有大福报，真心为了家庭好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给大家说句老实话，大家千万别走入个误区，以为只要把这几个生肖的女人娶回家，自己就可以每天躺在沙发上睡大觉，或者在外面胡作非为，单等着天上掉馅饼了。老祖宗有一句话叫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什么是福人？心怀感恩、厚德载物的人才是真正的福人。最好的风水是我们这颗人心。各位男士，你们静下心来想想看，就算你老婆真的是这百里挑一的旺夫命格，可如果你天天回家冷暴力，动不动就对她大呼小叫、打骂责怪，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像冰窖一样，她就算原本是包容万物的亥水，生发财富的丑土，也会被你的暴戾之气给彻底毁掉。水被你煮干了，土被你烧焦了，家宅不宁，再好的风水也被你这颗暴躁自私的人心给折腾败了。天道承载万物，讲究的就是阴阳交泰。
男人一定要明白，你只有先去善待妻子，心疼妻子，妻子心里暖了，心平气和了，你们家里的磁场才会顺畅流通。家和万事兴，这不是一句挂在墙上的空话，这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宇宙法则。善待妻子其实就是男人给自己、给事业、给子孙后代积攒的最大的福报。这一次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最后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件积攒福报的小事，请你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和祈福。你可以打出家和万事兴这5个字，也可以大方的夸一夸你家妻子的生肖，感恩她这些年的付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条条留言，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留下感恩的时候，我们这部影片的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你留下的每一句好话都会化作无形的福报与好运，反哺到你自己的家庭中去。让我们把正气聚起来，把福气迎回家。我们下期再见。